搬了。狼队也是不给 AG 大乔。看下一手，阿古朵又是一个用过的搬掉。但狼队搬了个少思源，因为他自己把公孙离用了。这时候如果放少思源的话，那 AG 就是公孙离加少思源。但是他搬了少思源 ，AG 这边他就可以拿孙尚香。如果是搬小明的话，那狼队抢朵利亚会好一些。但是没搬小明，那 AG 可以拿孙尚香。只要狼队那边亮朵利亚 ，AG 就直接配明世隐。就为了打你朵利亚夏侯那套组合。还有一个点就是，一方面是你朵利亚加个射手打小明孙尚香不好打，另外一个点是子焕已经把真机用过了。是的。所以没有办法限制到明香的体系嘛。是的，没有更好打连体的英雄。看看后面要不要出一个艺兴。艺兴或者沈梦溪，因为同样 AG 这边他的火舞也用过了。是的，沈梦溪也还可以。沈梦溪是属于无奈之举了，因为明香这边的续航能力是比较强的。那 AG 这手小明可以直接拿了，小明加孙尚香。来吧，3楼位要不拿个打野，没有直接选打野，而是选了一手海月。如果是这个选择的话，那 AG 他在打野上面是可以出野河的，可以有一手野河的考虑，然后加上一个战坦边，战坦边上有狂铁孙策，还有蒙恬，对，有这3手。主要看狼队。对，狼队这3楼选什么？要拿沈梦溪吗？沈梦溪不拿，拿了一个后羿，增加正面的主动开团能力，让朵利亚给后羿刷大招。后羿的话也是道仔这个赛季第一次玩。是的，这把狼队的阵容主动性是特别强的。双大的一个后羿可以主动找机会。对，然后再把镜给搬掉，也是知道 AG 这前3手他这么亮招的话，后面很容易出野河。AG 把长手法师搬一个，搬个嬴政。那长手法师还有女娲、沈梦溪、干将莫邪，这些都是比较好搭配到朵利亚给孙尚香造成致命伤害的。对的，再把女娲给搬掉，搬了爆发点。狼队的话是搬了一手亚莲，再搬个圆坦。他处理掉了中野一手非常厉害的野合镜和一个坦野源流之子坦克。AG 的话再搬一个长手法师干将莫邪，给了个沈梦溪。在对抗路上得给归期拿一个能切的，因为这套阵容对后排的限制现在不大。拿了个夏洛特，如果是拿夏洛特的话，那 AG 的一手对抗路，它可以狂铁4攻阵，2选1都行。感觉这把4攻阵很好用啊。对，拿4攻阵的话，相当于就有2个核心了。这样孙尚香在被切的时候，4攻阵可以站出来。对的。而且4攻阵团战对于后羿的一个限制，对线对于夏洛特的限制都有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出4攻阵 ，AG 就是一个坦野，来了手凯。用凯去针对一下后羿，后羿是一个多段伤害的，凯开大招就很能扛后羿的伤害。那狼队的一个中路应该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，只有沈梦溪，又能撑强度，又能在打团的时候给到后排输出，这样的话夏洛特进场会好切一点。这样的话，狼队整体的一个中野辅的强度也是摆在这边的，然后等到后羿到达一个4级之后，利用双大的一个后羿去找寻到一个机会。这个阵容上面 ，AG 是一个2线优势、双边优势的阵容。他孙尚香和小明是个优，然后4攻阵也是线优。狼队的话，他是中路有沈梦溪，但中路沈梦溪这个点的话 ，AG 有可能会通过开局的一个换线，把孙尚香、小明放在中路去拿中路线权，然后一诺就开始全场猛发育。按照 AG 之前的一个风格来看的话，就是第一波直接大家一起走中，然后走完中了以后，保着一诺上路再去吃一波钱，然后再传下去再去吃一波钱，是的，然后开始吃野区，然后再回中再回上，这样来回轮转。是的，狼队这一把他中野辅一定要想办法去遏制这个孙尚香的发育，得把他发育给压住。你但凡压不住，让一诺这把起来了，那夏侯惇是扛不住的。对，因为这个核心点是一个大核嘛。所以就是回归到狼队这一把他的应对啊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知就是什么，狼队他的双边线是一个线列，那他其实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的，好像只有中野。就这一把的话，子焕和小胖他是要想办法去卡住中线圈或者卡住左右的这个河道草，不要让一诺这个点去转那么舒服去吃钱。主要就是等夏侯惇到4级之后，因为他4级之后是可以进退有度的。但在第一波线的交汇上面 ，AG 这边强度是很高的。是的。
之后的话，等到长升到4级之后，应该也会跟着一诺这边不断的去做一个游走。这样的话，哪怕有小胖的这个夏侯惇在，也是有一个处理的办法的。是的。然后这套阵容对于狼队来说，它的一个开团点，刚刚说到的是一个中野要去卡对面一诺的一个转线，干扰他发育。对于道仔来说，他这把大招的命中率也是很重要的，很关键，真的很重要。他的大招中谁怎么中才能够奠定归期要怎么进场？没错。只要能开到孙尚香一劳永逸，这个团就好打很多。但开到其他人的话，就不好说了。这把的话也是给归期拿到了一个夏洛特，在后期的团战当中是会有一个比较多的画面感，但前期要偏发育一些。对，前期是被压着打的，得看队友怎么去帮他了。现在的话也是来到了 AG 的赛点2比0的赛点。那对于狼队来说的话，目前他们大场其实是一个5大场的连胜，开赛以来8场只输过1场。在这个局面之下，再碰到自己的老对手成都队昌王会，今天前2场其实就只输在了10分钟那个点上，会输的比较多一些。那么看一下这一局会不会去做一个调整，再一次去迎战到 AG。S 组的对决。进入比赛，蓝色方成都 AG 超王会，红色方重庆狼队。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黄超。全军出击！看到 AG 这把是一个常规开线，常规开线的话，它就是稳定拿下路资源。心怀荣耀，心怀荣耀。这样的话，子焕这边拿线权是很快的，他拿完线权可以去做事情。要往下路去了，要走，这波红隼不是很好拿了。对面人来的更多。对，因为史摩西线权很快就拿到了，自己海月要过来还要等好一会儿。海月这边是直接去帮凯提速了。是的，家里面劣质是被孙尚香打掉了。结合到目前 S 组的一个组内实时积分，如果说 AG 这一场赢下重庆狼队的话，他们的大场积分会来到3分，那么他们也会直接锁到第3轮的 S 组。没错，归期的话是把自己的小野抢过去了。静息，界面碰撞一下，这波消耗打的都还不错。狼队的话是线已经清完了，不会跟 AG 双人组恋战。沈梦溪来支援一手，但渲染这边一个技能走位躲了一波伤害。拿完这个空间之灵，子桓可以再重新传回中。这么打，狼队前期在双边资源上面控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对。毕竟中野辅的强度比较高，沈梦溪加夏侯惇，然后还带个朵利亚，4级的提升又很大。医生的朵利亚也是这个赛季他自己用的最多的，6战5胜，然后同英雄是排在了第1，他的 KDA 21.3的 KDA 相当高。长生护着一诺吃一个小野。归期的闪直接交了。朵利亚加夏侯这套也是狼队这个赛季的吃分体系啊，3战3胜，没有输过的。对的，两队朵利亚、夏侯惇都是吃分阵容。是的，就对于这2支队伍来说，现在的这种常规阵容都一定是要拿分的。没错，大球员他也是一样的。锁一手没锁到，等下一波。哎，这一剑怎么说？没中。本来是想顺着小胖这个大招锁过去，然后在那个位置把团战打起来的，但是 AG 没有去恋战，就还是以护着一诺孙尚香中下吃2线为主。对，然后连带着吃野区，就看家里这个红给不给。红 buff 刷新，3个人一起打，要给，我觉得这个看一下最红后给谁？应该是给孙尚香。哎呦！终于还是拿到了，终于拿走了，这波是直接打的没有交成的。在中轴的对抗上面，现在狼队是占优的。是的，强度摆在这里。夏侯惇顶着清线快，因为海月把夏侯惇拉进去，打不过夏侯。对，但是在双边的对线上面的话 ，AG 是相对比较舒服的。是的，但是归期的经济没掉，夏洛特这边的经济跟4公阵咬的是很紧的，甚至还有100块的领先。
说明补刀细节很多。但是在发育路上面的话，一诺这边经济是领先倒带400块钱的，要准备打4分钟龙团了。小胖是在红背，中义帮下路过一下线，过完了，看一下这波视野是藏住的 ，AG 好来一像不知道剑被躲有人，开，但这个时候视野也漏了，海月这个位置要拉人了，把夏侯惇给拉那进去，打也没龙就抢不了到了。 ，AG 直接把这条暴君给拿到手，看看要等一下出来的小胖。等人出来，直接集火打小胖大招锁，同时刷一个大招再给他，哇！闪现过墙了以后，还是被小胖的大招给锁了，子拿到焕滴滴血闪。现留人，小胖2连击破。这波狼队的反应好快啊！毕竟是一手朵利亚夏侯惇，对的，他这个夏侯惇加朵利亚在这个点上的强度太高了。只有当大家都觉得说小胖出来可能会选择后撤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大招锁，然后医生再给他刷一个。先看一下中路的位置，一星的2段再拍一下，大帅也没了。大帅这波往前顶，让长生可以交技能把线清了，但自己也倒了。那这样狼队这个前期的开局就非常顺了。AG 是拿到了第一条暴君，然后狼队拿到了3个头。我们来回看一下这波。 AG 想的就是把你家打野拉走，然后让自己快速集火，先把龙给打掉。但打完龙之后，他们选择去集火夏侯惇。集火的时候，小胖这里非常果断的直接去找 AG 射手的位置，锁了一手一诺。对。然后朵利亚还帮他刷了个大招，可以继续追。而且这波狼队一定是有这么个提前量的沟通的。对，因为他有强度可以打的。对的。哎，这里孙小香在等你交闪现，倒在闪交了。 这样的话，下路的外塔 AG 应该是可以推掉，可以给点压力。是的 ，AG 开始打半途了，对，要强行起节奏。长生直接闪现想要带，但是被这边给拉扯开了。同时没的话，带走，那长生危险了，要先被留。被晕了一下，子焕拿到这个击败。下路的外塔的话 ，AG 是点掉了，这一剑中了。 但是第一时间能挤进去吗？看一下小胖再被锁一手，锁过去，找到了一诺一技能滚了一下，同时大帅大招打了一口，走不掉。这波的话，主要是因为一诺他是一个攻速鞋，他没有抵抗鞋，他会被晕的时间稍微有点久。是的，而且他闪现也没好。对。这样的话，狼队其实是连续打了 AG 这边2个吊点。中塔可以试着拔一下。司空震过来回防，凯直接开大招顶一波。狼队也不虚，直接拍，有点扛不住啊。对拼一波，消耗一下状态。然后这一剑的话是中了长生。是的。 小胖先占据一个红 buff 的位置，要控一下这个红。他们可以2路并进，沈梦溪带下，然后后羿去处理中线，小胖在野区慢慢玩。这个时候夏侯惇 AG 是处理不掉的。他们这个点的爆发还不够。是的。然后等队友做完事情，再过来接一下。哎，反野的力度不太够，给颗雷拉拖。 再拖延一些时间，就是保这个红要给到孙小香手里。护着清波中，然后下路还有波线要吃。是的，狼队要等下一波资源团的争夺了，1分钟之后的小暴君。 然后同样对于 AG 来说的话，就是先保证一诺的经济要跟上。对，因为他这一把的发育没有那么顺利。这把发育已经被压了。对，想在10分钟做出3件套来有点难。无尽隐刃，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给他做第3件，应该是不太来得及的，还得2000多块钱。中路线。 这一剑是没有命中，然后中义的话是开了一个大招去守这个中塔。其实只要中塔一直在的话，狼队进对面2片野区不会那么轻易。是的，主要是怕他们那个位置会被回卡。现在有一个夏侯开路，狼队这野区进的是很顺畅的，但能不能反掉 buff 才是最关键的。得控孙小香的红。对，马上这个红 buff 就要刷了。小胖这把入侵时长也是很久的。 先过中，然后摸一条小暴君，小暴君打完的话可以顺势进红。这波渲染也传下来了，两边都是要打的，就等这个红刷新。还有2秒，
先打前排的中艺开了一个大招去卡人，然后侧面的话，轩冉被一技当中给拍了一下，小鸡飞了一手。同时的话，小胖大招往前一锁，朵莱再给他刷一个，但是这个红的话，第一时间 AG 已经控下来了，还没反掉。狼队连续进攻红区都没能够打下来。一诺又是中线下线来回吃，对，蓝 buff 跟着蹭一下。 一下子一诺的经济又涨上来了。对，已经跟后羿持平了，还有点小100块钱的领先。嗯。还有50秒的时间给他刷经济。上路这波线是要吃的，然后中路的线看看 AG 要不要卡一下，肯定是想留着等苏养香过来吃的。那狼队这个时候可以直接给中塔压力。 大招直接锁，2段大全部都交给了中艺的一手凯，对，中路就让他来不及回撤。 这时候传下来要去守一下这波线，但是全部都被击飞了。这什么？这个大招直接盖满了，中艺第一时间倒了。这时候一诺往前再翻过来，给一枪把小胖给点掉了。小胖点掉，这个头还给到了一诺，对他又是一波经济增长。但是狼队做的点就是在于终于把你这个中塔逼掉了。到后面打龙团的时候，归期的角度就变多了。两边都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 狼队是发现，既然红区一直不好控的话，我就直接打中轴的强度。但是一诺要3件套了呀，这个有点恐怖吧？刚刚他这个分均经济，这2分钟应该得有快1000了呀。是的，不然怎么能够在这个点还能把破晓做出来呢？这差不多2分半的一个时间。对啊，先看一下正面轩冉大招进去卡住了子焕那个位置，把他人给打残，逼退2个，然后长生在侧面是把道仔给秒掉了，然后归期赶过来也被收掉，一个接2连3的掉点。 哇，这样的话，中路的线运过去，直接可以点掉中医塔。就这2分钟发生了太多事情，就真的只有2分钟的时间。AG 从一直被红区对面打进攻到手下 buff， 到2分钟之内让一诺憋了个破晓出来，然后再打了一波10分钟的反打。是的。 主要还是那个中塔，压中塔的时候，其实狼队本来想就是我运线过去，然后给中塔压力，但是看到苏养香传过来了之后，他们想给一波集火，想等苏养香落地给他一波集火，但就是这个集火给了之后，小胖被反杀掉了。小胖被反杀掉以后，那他们在10分钟龙刷新的时候就缺少了一个打野，而 AG 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的。关键是。 后面还想打的时候，会发现狼队接着又是后羿被开，然后归期赶过来支援，夏洛特也被留，一个接2连3的掉点。而且其实说实话，这种节奏打，狼队这边选择做了一波换龙，然后轩冉的大招已经开过，但狼队会第一时间后撤看一下 AG 要不要包。这一剑没中，侧面卡过去了，中野卡住了对面后撤的一个路径，中野开了一个大招往前走，火力输出，直接把子焕给秒了。同时的话，一炮双响，2连击破。中塔还能再推。 这就是成型后的小明家孙尚香一个火力，主要是你很难想象他这个孙尚香在前期被这么针对的情况底下，他还能发育起来，还能在关键时刻掏出核心装备。是的，中路的兵线在过来的路上，想要给压力，放一条龙守一下，把暗影之境逼出来了。但是这样上路还有一波线，双边线直接断掉。把龙给清了，这个点的孙尚香有点扛不住，大招直接锁了进去，但是有点小脱节，无人能挡。一诺到手，侧面的一个位置，轩冉和中医卡了进去，把一生的位置给卡退，然后长生的话带了一个人进去，都在外面去卡人，但是里面出来的状态已经不好了。这是归期交了一个闪现往后走，但是还是被对面给追点死。AG 4个人全在，一诺这边也还活着，上路有兵线要进来，横扫结局到手之后可以选择直接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比0。3比0战胜重庆狼队，终结了重庆狼队的5大场连胜。